这本书会大卖，他的牙医从头到尾排满了。让你选择一个女艺人，如果要选一个男艺人的话，谁是公啊？阿达，他配合。这边好空虚哦，我觉得好没安全感哦。给你一个抱枕好了。会不会很好笑？好，你看，型男第一趴，球。好，那个要不要再一次？请到了我们的写真男神炫成。大家好。他可是很多斜杠哦，还有牙医、游泳教练。游泳教练就是以前啦，很久以前了。那你知道我是真的游泳教练？因为他以前是海陆对，我海军在场。哦，好厉害哦！你都去哪里游泳啊？我都在北投焚化炉或运动中心。焚化炉可以游泳？它就是因为焚化炉就是会一直烧开水，泳池是温水的。对。今天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压力，感性、知性、冷血，聪明一般，不太会游泳，很会游泳。对啊。然后跟医生、演员，没有钱，很有钱。他反应很快啊！我有带书要给你们呢。哇哦！那这本书是现在出的还是之前出的？1年了吧。所以它还是在架上可以买得到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找得到的。他就是会在他的 YT 就念一段文字，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知性。但是我的文字就是里面的文字啊。我看完的只有2个问题，一个是你是外星人吗？第二个我有点放空，忘了点问题。我如果用声音的方式可以去呈现给另外一种受众的话，我觉得才可以最大化我的这些概念。但是我 YT 最主要还是以那个牙科啊，对，你介绍你的那个牙医过程，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他会用一些道具啊，然后水果，对，然后就让你体验。我说哇靠，牙医可以做成这样子哦，这样就是水果这样操作而已。然后但是大家都会对牙科有莫名的恐惧。有，像我就是一个非常害怕做牙齿，所以你看完那个，有人就是说他看完那个拔智齿影片，他就觉得说哦原来就这样而已，然后他来给我拔的时候，他就是完全都不会紧张。我这个智齿可以给你拔吗？我不敢拔。上面的吗？这个没有很难很容易。很痛，会不会很痛？不会。那我们就去侧拍。好啊。那你看病的时候，有发飙过吗？几乎没有。我对病人最大的情绪就是不耐烦。你会不会对病人有这样子？有。我有啊，病人他就是问了一些问题嘛，比如说拔完牙齿有伤口，先不要抽烟。他说一根都不能抽嘛，我就说不要抽烟，你还要问。那这样我要说什么？我就只能再说一次啊。有些病人他们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在同一个频率上，但是我不会对他生气。我不会对他生气，可我会拉到分贝，因为我们有些人耳背他听不太到。那你能不能理解？其实牙真的很痛，每次我听那个钻的那个声音，我都是吓到，我每次看牙齿我都是这样抓到爆炸。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夸张了。我不要找你看牙，我们可以打麻药啊。我又不是自己没有看过牙齿，我也有被钻过，所以我知道那个感觉。但是你想哦，如果你今天经过一个牙科，听到那个声音，你会不舒服吗？我是会害怕的。但是那个声音对你来讲是没有影响的，那个声音不会直接导致你恐惧。如果你今天没有要看牙齿，并不是在外面候诊的人，好像是有道理。所以那个声音并不会直接导致你的恐惧，连带你会想说，哦，我听到这声音，等一下就换到我，然后等一下就会在嘴巴里面弄，就会有那感觉。你会有这么多的联想，你才会开始感到害怕。没错。所以那个声音是不值得害怕的。你应该是真的感到痛了，你再举手，请医师帮你加麻药，这样就好，就是理性的去对待你的这个恐惧，不要把它无限上纲。有道理。因为牙科有很多分科嘛，有些是牙周病的，有些是整牙齿的、矫正的。你是都可以吗？还是我就是看比较基本的矫正或是植牙那种就没有做，我就会请学长帮忙。可你不觉得矫正比较划算？可是我不喜欢这样子啊，因为我就要看那个病人看2、3年看这么久。如果那个人是彭于晏可以看吗？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彭于晏，就是我希望短时间可以帮病人解决问题这样子。那有没有可能你看病看到最后变成朋友？有可能啊，就是或者有些阿姨啊，就说啊你吃饭没啊？你都住哪里啊？要不要帮你介绍女朋友啊？哦，那有介绍成功吗？没有啊。你自己的择友条件有什么？不用啊，不用吧，就是随性这样就好。对啊，只要感觉对就好。我们2个都是双鱼座啊，这么恐怖？那你是什么？巨蟹。巨蟹很好啊，非常温柔，比你们温柔，真的。比我们温柔吗？你有吗？没有吧？
好了，一样温柔啊。哦，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你那么帅，怎么会？双鱼座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他恐怖，我还不认识你啊。他很讨厌双鱼座，就是没有负面情绪，你们。我们有啊，就会写成这些啊，但我们不会弄出来给别人看啊。我们是在一个角落里面啜泣流泪，然后看到朋友来说，哇，好开心看到你哦。把悲伤留给自己。有看过《西游记》吗？它大概像紫霞、青霞的概念。《西游记》有这个哦，有啊，就是台湾版的也有。他早上是一个人格，晚上是一个。我觉得一定有，每个人都会有他开心的时候跟不开心的时候。难道你这样就要说他是？没有，他是5分钟之内可以变2个人。那对你来讲有什么影响？就是情绪勒索的一个标准的。你有被情勒到？有很长，请救我！这就是课题分离的问题。他在那边变换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变换，那就跟你没有关系。对啊，好，他不是我下次对。我发现有人可以治得了你。他在那边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有没有说都是你害我那边哭？他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可是那个是你自己投射，因为他没有讲，没有告诉你这个。这本书会大卖，他的牙医从头到尾排满了。这个里面我觉得比较多就是关于情绪的一些控制跟人生一些方向。对啊，就是他写的，就是你的蓝色不是我的蓝色，你的忧郁不是我的忧郁。蓝色可是不完全是指忧郁，对，就是他在讲的是天空 Round 2，你知道天空是蓝色的吗？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也是蓝色的？说明你看到的是黄色，然后从小到大人妈妈就跟你说啊，那个天空是蓝色，所以你以后看到黄色，你都会说那是蓝色，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你看到的蓝色和我的蓝色是不是同一个？对，真的，是不是？双鱼加双鱼嘛，4条鱼，不是，是双鱼的2次方。听得懂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跟他搭档啊？搭档的人不是你刚刚能够。那你本身有被标签过吗？很长啊，就是可能是牙医、游泳教练，然后可能出写真，可能出书，会给人家一个既定的印象。你如果说，他是牙医哦，那你就会开始联想到以前帮你看过牙齿的牙医啊，现在主流社会都怎么看待牙医这个工作啊？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加入在我身上，但是不是每个牙医都跟你一样。我们2个也是一直在跳脱，也是斜杠很多。我也做过游泳教练、健身教练啊，然后现在也在跟他一起用那个医美的副业啊，做 YouTuber。他的重点就在说撕掉别人一个标签啊。我哪里有标签？看不到你的蓝色。对，我帮你撕掉它。自己心虚。所以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一个忧郁的人吗？就是我都会有种舍不得睡，记得剪掉，不要剪到花絮，我都会揍你。晚上那种很安静的感觉，就觉得时间好像无限的拉长，让时间静止。然后，那你平常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健身啊？就是每天就是看一大早或是一大晚啊。你都规定会有几个小时健身吗？就是会去一下。吃东西有注意吗？没有，我都乱吃。不是修图，就是真的很厉害。证明。可是我下面这个状态没关系，每个人都这样说，一定要证明。他在里面。可是我们现在坐着肚子。我是几乎每天健身的人嘛，我现在都偷吃布了，你知道吗？偷吃什么？偷吃奇异果。我现在偷吃布都是用那个，你知道最近有进了一个很厉害的机器，你知道吗？一本有说。对，就是你还要做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手受伤，我手受伤，所以我最近练比较少。对于这个有什么帮助？它有2个帮助，一个是让你的那个肌腱修复比较快，第二是训练你的肌肉，因为有些人不能动，有时候是靠肌肉来保护我们的中间的关节的地方嘛，所以你不要让它磨损，就是靠其他肌肉变比较强。你平常有接触医美过吗？有啊，就以前有打过雷射啊。除毛吗？除毛，除胡子啊？没有，就私密处除毛。那个是用蜡，痛吗？我觉得痛。下面还是后面？后面没有除。那你可以，我就放弃。那你可以来给我们除啊。你说医美除吗？对啊，要用雷射吗？对啊。招募除有个优势，是我们本人亲自服务。可是它会在长，对不对？6到8次它就不会长，因为那是医学上的除毛。它的那个毛囊就坏掉了。对。那我要弄胡子。可以啊，我的胡子好烦哦。我刚才就问你说要帮除毛，旁边这有一些杂毛。有，我就看到了。可以，你可以私下来找他。私下来找他。私下。你其实跟他差不多啊，你们2个笑点。不然他都说我不理他。蛮贴心的耶。对啊，你是个贴心的人。你说弄6到8次哦？对，那么多次。毛囊每一次都会有生长期或者停顿期啊，所以我们只能打生长期。会痛吗？我觉得现在来的人都反应蛮不痛的。我自己打上面都不痛。有交往的对象的时候啊，你会在睡前跟他讲这些天空颜色，我就直接亲下去了。他都已经是女朋友，还要念这才亲哦，随时就亲啊。
你会看书吗？你们两个是看书？我不看书。那你念一下。好，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仰望着湛蓝的天。你说蓝色好美。如果是跟你女朋友在念的话，你可能念到一半，你们两个就亲起来了。刚才有想要亲她了？有啊，他如果是女朋友，我就马上亲她。来，快，继续念完。好，那我问你，你写完的时候，你赶快念完。压力很大。好，换作是你看到的颜色的天空呢？你看到什么颜色的天空？你们觉得他很在把你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解读，用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对方看到什么颜色的想法去引申到同理心。那你到时候会帮我把 YT 打上去吗？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牙医是炫成，反正就是希望大家看一看，然后可以了解一下牙科的东西。而且我跟你说，你们不是说怎么看牙齿都会很害怕看牙齿，常常来看就不会害怕了。牙科的疾病其实都是慢性病。好，那我来问，多久要看一次牙医？半年。我到时候把你智齿，你会不会尖叫啊？我会打个麻药，然后那边叫。你用眼神来给他安慰啊，可以牵着你的手嘛，就抓着啊。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是躺平的状态，然后我坐在你的头的后方，那你要怎么抓？就是后抓，他是抓你大腿，那可能肩膀的那个灵活度可以试试看。你要先确定你技术是好的，我才要去。就是下面的很久以前拔过，痛到真的是发疯的痛。有一个医生就硬要拔我这一颗嘛，但是完全不痛，而且大概30秒还是我不知道。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下面那个医生技术不好，上面那个医生技术好？对。他就是没有看我的那一集的 YouTube。你觉得你去？上下牙齿就是下颚齿槽骨跟上颚齿槽骨的质地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上面本来就是拔起来都比较快，比较不会痛不会肿，下面本来就比较复杂。那你会自己用自己的牙齿吗？我上面牙齿自己拔的啊，我自己打麻药，我就这样打。反正我就觉得我要体验一下，因为我常常打病人，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有点罪恶感，然后就自己打我自己，然后就一直觉得好痛，然后就还是要打，就有点自虐倾向。那就跟他一样啊，他都是自己打自己啊。我每次看到他自己打，我都笑到疯掉。可是那个也还好吧，没有很痛，但我那是真的直接插到你身体里面。可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同理他的感觉，你才会让他比较不痛。所以这个东西才会让他变成比较好的医师。天不怕地不怕，你说如果有什么狮子在我面前，我跟他 fighting 都 OK。你看过狮子吗？看过狮子啊。你有跟他在面前过吗？就是动物园那种。你有跟他就是面对面，然后或是 fighting 过吗？就是没有啦。所以你没有办法讲出这句话。你刚刚那句话是没有 evidence based 的。我的意思是说，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真的的话，我不怕害怕 fighting， 但是反而牙痛我就会害怕，你懂吗？就是你可以说你经历过的事情当中，牙痛是你非常害怕的其中一项，但你没有办法用狮子的 fighting 来凸显这个东西多害怕，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讲话都没有本，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对，是一种很棒的一种表述。还是我们来玩个海带拳，可以那边很张力的。海带啊，海带的。就是面对着镜头玩，这样看不到大家表情。快点啦！所以你刚想要讲什么？你刚想要讲说你很害怕。这有戳中我注意哪里？我才问你，所以双鱼就是很奇怪。他接的很好，他说应该要面对镜头玩，我觉得蛮合理的。那我们镜头玩一次看看。不行啊，但我没有办法，就是看着你的眼神，没有办法，就是引导你去我要的方向。那现在要进入我们的最重要的环节，分享的音乐是应该是歌剧魅影。歌剧魅影是那个这个是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对，我讲的是 The Music of the Night。这个我没听过。是必吹了，再一次，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了，就这样了，糟糕。Live for thoughts of the life you knew for. Just don't take you. 这个真的很悲，我很常听完这个歌听到哭。那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一种去标签化的感觉。你有讲到阳光，你会讲到什么？温暖、灿烂、希望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有一句就是说，光是冷酷无情、冷血的这样。这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去解读你看到的东西。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能看到一些光鲜亮丽的外表，反而是他觉得很有压力的，然后觉得很刺眼。不是你觉得光很棒啊，或者是说大家都来念书啊，有些人就不喜欢念书嘛，所以
我们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价值或者主流价值去套用在别人身上。有些人就是有他们自己一个觉得舒适的环境。所以这部片当初的就是讲地下城堡里面生活的一个天才，就是在光底下才会有英雄，可能在下面有一些英雄出现之类的。因为他的脸，所以让他在光的环境下，反而大家会对他的外貌有一点批评。可是我主角如果生活在现实，他就是一个恐怖情人。不能这样讲啊！他杀人呢？不是，你要去想他为什么杀人啊？他最后在地底下，他不是要去杀肉吗？然后他就说你要给我们一点 compassion， 然后说 The world shows no compassion to me。对啊，所以你怎么对待他，他才会怎么样去反馈这个世界。就为了世界对你不好，你就可以对别人不好吗？不行啊！你要先去走到他身边，感受他的感受，你才可以告诉他这些话。我的理解是，也不能以暴制暴吧。我刚刚不是在袒护以暴制暴的这些人，是你在对他做一些审判之前，你有没有了解他？你都了解他的所有的经历了吗？今天你看了很多电影嘛，我们永远都是站在主角那一边，因为我们已经带入到主角的视角去了。后来发现之后，我们才会很受打击，说啊，竟然后来讲那些才是事实。你有看小丑吗？有啊。小丑是不是他是一个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我们从电影的一开始就跟着他去经历，所以我们会站在小丑这边，因为他是主角。所以在电影的世界里面没有正跟反，只有主角还是主角的对手。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人格有问题的一个人。对，但是你在一开始你可以知道他经历了哪些东西啊，只是他处理的手法不是你同意的。对啊，世界可以对你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大家都会有，你就可以用奇怪的手段杀死别人，这样也是另外一种以暴制暴。但是他要怎么办？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他下来找你咨询说，你觉得他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他的这个困境？我觉得可能就要找同样有问题的人一起聊天，让他知道他不是最可怜的那个。那个问题都要一直存在啊，他已经，所以他杀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也不是啊，不是他已经，其实觉得我们都不是很适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在现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既得利益者的那一群。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壮，身高很高，然后肌肉很发达，但他头脑就笨笨的，他就是在这边只能做一些搬运工之类的。他没有钱，然后被人家拐去，是被诈骗。你懂我说什么？我懂啊，所以这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政府要把这种公平拉到齐头，比较平头一点，不要这么多问题啊。那就有可能吗？这就是我们社会要一起努力的东西啊。可是我觉得要帮助这些人，真的是要相信有爱这件事情。爱是可以包容一切的，因为很多人不相信有爱这件事情。所以不应该讨论这首歌。对，可是我觉得他刚刚分享一个观点，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好像不管再温暖，或是再不好，或再好的东西，都有它另外一个表现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今天读到它蛮特别的一个地方。你昨天抓到他的重点了，去标签，对。哎，你看你开导了他了耶，有点帮忙。有，但我觉得现实是比较残忍的，就好像里面的 Phantom 要给那个女主角作为女主唱嘛。可是现实就是里面的 Andrew Weber， 就是里面的那个制作人，他就看上了 Sarah Brightman， 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我知道他们两个有关系，他们是不是结婚过嘛？记得他都说是为了他写的啊，这歌一些什么音域或什么的，不是吗？对，就是你们两个有关系，既得利益者比较容易上位啊。但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子吧。这样子有好吗？不是啊，这样没有不好吗？有啦，跟你今天讲的那个东西有点不太一样。那你觉得他分享完你会怎么分析他这个人？就希望整个社会多一点温暖，然后同理对方的想法，然后换位思考，这样社会比较多一点包容。可是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蛮温暖的人。你有说很多吗？你换位思考吧。我是觉得歌剧魅影它这个故事就是，你要讲啊，你等一下，你懂为什么你敲他不敲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不懂。但是我看完歌剧魅影最大的感受是要小心那个水晶灯，为什么会掉下来？它这个故事来源就是因为那水晶灯掉下来。那只是一个转场而已吧？哦，不是，因为它掉下来所以火灾。不是，歌剧魅影它的起源就是一开始就是在巴黎歌剧院，它就是真的水晶灯掉下来砸死人，然后在现场有一个记者把这个故事，他就开始写了歌剧魅影，他去找巴黎歌剧院所有的故事，把它写成一本小说，才变成今天的歌剧魅影。
哦，真的、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是哦，那是真的有读我也是有读书的好吗？有做功课啦。对啊，2个，我靠，2个什么拜托，不要以为我没有2把刷子。干嘛？我们还是有让你讲啊！你看，你还是有发挥的机会，不是吗？他自己读了一个小抄，然后这边得意个屁。终于有用，对，终于够，终于。好，那现在要进入我们的最重要的环节，炫成选的电影是《知呼吸》，加油，偶包，红头在冲。我们一起来买这本书。现在是过往的未来。